恭喜叶小主，您可真有福气啊！向来宫女册封都是由官女子而起啊，您看您这一跃就成为答应了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都道是流水的宠妃，铁打的苏妃，为啥叶澜依对了苏妃，大胖菊没有像往常一样护着苏妃，反而还从胖菊变成了舔狗？又是陪叶澜依吃饭，又是给叶澜依送布料裁衣裳，又是准叶澜依在后宫开动物园，甚至大胖菊还想撂下工作带叶澜依出去散心。难道说大胖菊贪图叶澜依的美貌？对此瓜六是这样说的：今日臣妾进养心殿请安，却看清了叶答应的长相，那做派张扬粗野，不知道皇上究竟喜欢他什么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大胖菊为什么会对拽妃宠爱有加，其大环境所致。想想大胖菊初遇叶澜依的时候，后宫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况？朱砂痣华妃下线了，解语花缓缓出宫了，温柔乡梅姐姐也心死了。在这偌大的后宫中，一心想跑到大胖菊眼前晃荡的人，只有瓜六、安小鸟以及甄嫔、康常在这俩破产姐妹花，偏偏这几个人还都入不了大胖菊的眼，一个个见了朕就万岁万万岁的，噤若寒蝉。除了脸长得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但叶澜依不一样，因为叶澜依满心满眼都是果子狸。大胖菊将叶澜依纳进了后宫，让她连一丁点希望都没了，所以叶澜依恨极了大胖菊。于是当大胖菊来看叶澜依的时候，叶澜依依然没有给大胖菊一点好脸色，象征性的行了个礼，便低头撸猫，正眼都不带瞧一下大胖菊。直到大胖菊感到叶澜依不开心，说要带叶澜依去散心的时候，叶澜依才抬头回了句：皇上忙于朝政，不必为我烦心，而且我不笑，是我生性就不爱笑，并不为别的。女人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大概是见惯了那些千依百顺的嫔妃，突然来了个这么辣的妹，大胖菊的征服欲一下就起来了。他知道叶澜依和其他嫔妃不一样，叶澜依是鲜活的，而这种鲜活让大胖菊认为自己也变得鲜活起来。朕就是喜欢看见那些花朵一样的面孔，瞅着您嫔那么年轻，觉着自个儿也年轻了。其二，大胖菊心中对华妃的愧疚，不管叶澜依是不是华妃周边，总之他俩身上有相似的地方，而这相似之处偏又是大胖菊最爱的。虽说剧中没有华妃骑马的剧情，但在华妃即将下线的时候，他就和嬛嬛提起过，王府里那么多女人，个个都怕他，就我不怕。他常常带着我去策马，去打猎。他说他只喜欢我一个人。大胖菊的心就像榴莲，尖尖上到处都站满了人。要说他只爱华妃，那绝对不是真话。但从华妃所说的话，可见大胖菊和华妃骑马打猎时是真的很快乐。而大胖菊初次见到叶澜依的时候，恰好叶澜依就在骑马，不知是叶澜依骑马的模样儿美极了，还是大胖菊看到叶澜依骑马就想到了他和华妃骑马的过往。总之，大胖菊决心要纳叶澜依进宫。后来叶澜依一进宫就获宠，令皇后等人感受到了威胁，于是皇后借着请安大会，故意挑起众人对叶澜依的怒火。结果其二他再次上当，给叶澜依。大胖菊就算想弥补心中那份愧疚，也弥补不了了。不知是大胖菊故意为之，毕竟在曹贵人揭发华妃恶行之后，太后就问过大胖菊，打算如何处置华妃。只要她不再生事，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，让他好好养在宫里。这贵人的位分是不是赶巧，大概只有大胖菊自个儿才知道了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叶澜依毫无背景可言。众所周知，大胖菊疑心深重，他很怕前朝后宫勾结在一起，所以在进后宫的时候，大胖菊总会想着他们前朝的势力。而叶澜依一个孤女，又不愿与人往来，这种情况可以让大胖菊毫无顾忌，因此大胖菊对叶澜依是宠爱有加。
殊不知叶澜依心中装着果子狸，大胖菊处理掉果子狸之后，叶澜依便和环环组成了屠龙小分队。到最后，他俩一个给大胖菊身体伤害，一个给大胖菊心理伤害，往日恩宠都在这温柔刀下消失殆尽。